大家好，当我们在录制教学影片的时候，有时候会需要把使用中的键盘按键也一起显示在荧幕上，以录制到影片里面，这样子方便我们在功能展示的时候，可以让观众也能够了解我们使用了哪一些的按键。这个时候，键盘视觉化的工具就派上用场了。在这一支影片里面，我汇总了几个我使用过的视觉化工具，最后再来重点介绍 Keevis 这一个我使用过最美观的键盘工具。以下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使用过的这一些键盘视觉化工具，它能够协助我们在录制教学影片的时候产生什么样子的效用。首先是显示的功能比较简单的 KeyCast OW， 各位可以直接从 Windows Store 里面直接来购买，它的费用其实也是很低廉。如果你只是需要简单的显示按键字串的话，可以直接使用 KeyCast OW。还有 Mouse Ink 这个滑鼠工具，虽然这个作者因为个人的原因没有再持续的维护这个工具了，但是它还是一样可以正常的在 Windows 里面使用。如果你有使用 Mouse Ink 的话，请各位要特别注意它的设定，你要到 GitHub 去下载它的离线界面包，这样子才能够在自己的 Mouse Ink 里面来直接做后续的一些设定。它也是提供了比较简单的键盘视觉化的一个显示。另外一个我使用过的是 Mousetrack， 它就是目前各位在荧幕上看到的这一个滑鼠游标显示的工具，它也提供了一个按键的显示功能，也可以在荧幕的特定位置显示按键字串。如果你只是需要简单的显示字串的话，你就可以使用 Mousetrack。下面我们就直接来介绍 Keevis 它的整个设定还有操作的方法。Keevis 它的稳定版其实是 1.0.6 这个版本，各位到 GitHub 上面，如果你只是要直接使用它的功能的话，可以直接使用 V1.0.6。但是它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有更新了一个 2.0 Alpha 的这个版本，它目前有一些小问题，但是不影响整个操作，所以我今天的介绍还是会使用 2.0 这个版本来做介绍。它有 macOS、Linux 跟 Windows 的版本，各位只要自行下载需要的运行环境的档案，自行安装就可以来直接使用它了。启动完以后会在系统夹里面会有一个图示出现，这个图示如果用左键点一下就可以把它的功能给关闭，再点击一下就可以把它的功能给启用，所以它的功能的开启跟启用可以直接用滑鼠的左键来做切换了。那点击右键的话就会进入它的设定的画面，我们就直接进入这个 settings 来看一下它的基本的设定。当它的设定视窗显示出现以后，你要把滑鼠的左键移动到它中间的这个横线位置，点击住以后才可以拖拉它。它的设定呢有这4个，有这个一般的设定，我们可以把某一个按键呢给关闭掉，像它这个预设是把 Shift 这个按键给关闭，因此你按下 Shift 再点击其他的按键是不会出现它的特定的画面的，它只有 Ctrl、Alt 跟 Window 这几个按键会显示出特定的键帽出现。我按下这几个按键，各位就可以看到它有显示出来了。第二个是滑鼠点击以后的视觉显示，但是它显示的位置目前有一些问题，直接点击一下，各位可以看到它并没有在我们滑鼠游标的位置显示它这个视觉化的这个功能，所以这个各位目前可以先把它给忽略。第三个是设定显示的键盘的键帽，只要进入了设定视窗以后，就可以点击任意的按键来对它做操作了，而且它会立即的显示出修改设定以后的状况。我目前使用的是机械键盘的显示外观，你可以把键帽显示成其他的样子，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 Plastic 就会用不同的样子来呈现它，所以这边都是可以直接做立即切换，而且它会马上就呈现在荧幕上，让我们可以很快的知道我的这个设定到底对 Keevis 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我们再把它切换成机械键盘的样貌。然后还有呢，它这个 Typography 这个是设定键帽里面的字串它的一些字形还有大小的设定。一般的颜色呢是设定成是橘色，因此这个 A 跟 S 出现成橘色。这个 Modifier Color 指的就是个修饰键，也就是 Ctrl、Alt 跟 Window 这几个按键它显示的状态，它是使用黑色。那我们可以把它改变成其他的颜色，比如说我要把它改变成是白色，各位可以看到它目前这个键帽里面的颜色就已经从黑色变成是白色了。还有键帽显示呢，你是要全部大写，还是要第一个字大写，
还是要全部小写，这边都是可以直接做控制的。预设使用中间这个第一个字大写的，然后后面这个 modifier 你可以指定你要显示的是完整的文字，还是简短的文字，还是只要图示就可以。那这边都可以直接来做设定。我选择这个简短的文字，就是 Control 它会用 CTRL 这4个英文字母来代表。还有它的布局，你是要文字是要置中，还是要往下移动，还有是要左靠还是要右靠，这些都是可以直接来做控制的。然后是不是要显示图示，是不是要显示符号，是不是要显示这个加号，因此中间键帽跟键帽中间这个加号是可以做开关的，你可以自由选择是不是要把这个加号也显示出来。这个是布局的部分。颜色的部分，它预设只会显示同样一个颜色，你必须点击这个 Normal 跟 Modifier 中间的这个符号，它才可以再设定修饰键的颜色。我们就直接点击中间这一链条的符号，然后在这边呢，你就可以指定其他的颜色，比如说我们把它换成别的颜色，直接点击这一个，它就会有一些预设的颜色出现。我们点击这个蓝色，你就会看到它这个显示的颜色就会不一样了。它外观它的边框你也可以去设定是不是要使用圆的边框，如果你不需要圆的边框，你就可以把它给关闭，然后这一边都是可以自己来设定的啊。如果我们把这个边宽的宽度给加大的话，各位可以看到它这个外观的边框就会变大了。最后面这个外观的设定就是显示出来这个键盘的位置是要显示在哪边。我目前是设定在最上面，你可以设定在最左边、最右边、最下面，这些都可以自己设定。它预设会显示在右下角这一个位置，它的显示的时间长短，还有显示的时候是不是要有动态的显示效果。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 Slider 的话，然后再点击别的按键，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个键帽就会有动画的效果。这一些就是它目前的所有设定。点击右上角的这个叉叉可以把它关闭，但是很可惜的是它目前如果我们把它给关闭了以后，在第二次再启动它的时候，它的这些设定都不会保留。比如说我现在已经重新把它启动起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再点击，你会发现它是在萤幕的右下角显示我们设定前的一个外观。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再重新进入设定，然后随便做一个变动，我通常会再把这个开关给开启起来，重新做了一次设定以后，它其实就会重新读取前面的设定了，这个时候它才会恢复正常。它是目前这个 2.0 Alpha 版它的这个问题，但是其实是不影响我们的整体操作的。那今天就介绍了这几个键盘视觉化显示的工具给大家。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其实是可以直接使用 Keevis 这个非常美观的显示工具，那相信对大家的教学影片可以带来更不一样的效果。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如果各位觉得我介绍的工具对于你的电脑使用上有帮助的话，请各位不要忘了订阅、按赞、分享，也可以透过超级感谢来支持我拍好下面的所有的影片。今天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